火箭的大枪已经饥渴难耐，因为就在两人长达16分钟的极限斗法过后，希金斯这杆回防母球意外被咖啡球轻轻的剐蹭。虽然只是漏了刚刚能下球的缝隙，但这个10年难遇的乱局已经成功勾起了他强烈的征服欲，这也是唯有火箭才能解开的残局。红球入袋，比赛也正式进入火箭时间。现在除了一左一右2颗红球可以单下，剩余的5颗红球看着都让人头大，而且6颗彩球也全都不在点位。希金斯老谋深算的搓着鼻头，这种累傻小子吃力不讨好的活，先让火箭努力忙活一阵，如果一旦出现失误，那就可以捡现成的便宜。但是这局面想要一杆制胜啊，也不容易。烂，感觉黑球的角度稍稍大了一点啊。真细腻，完美的穿缝校位，然后在1打1K 之间，火箭轻而易举的就能解决2个难题。斯诺克这项走位的游戏，谁能把母球控制在厘米之间，谁就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火箭这一局课外书般的经典案例，更是每个职业球员必看的9阴真经。打进的同时呢，把另外1颗红球啊 K 出来，那使得呢这一杆黑球打进之后啊，还是有红球可以继续来连接。红球留得很直，现在想要链接黑球并且留出舒服的角度，就算强如火箭，也不得不起身走过来再次确认。如果这一杆不能强行纠错成功，那剩余的3颗红球就是希金斯最坚固的堡垒。但是右侧的红球啊，至少是下方这3颗还需要再来处理啊，那分别都是影响到了进球的线路。扫了一下这红球，那使得右侧这2颗更难打了。发力的4蹬，母球2库来叫中带这颗，这如火纯青的登杆神技，还是只有火箭耍的最有艺术性。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留出这样的 K 球线路，火老师真是嚣张的有点过分。粉球的角度肯定是没法 K， 想 K 的话只能是打黑球，但是这个位置打黑球的角度啊太大了。解说老师非常肯定粉球的角度没法 K 球，但天才的脑回路不是我们这些凡人可以窥探的。我还是想发力呀，发力的 K 看一下。漂亮！漂亮！这就是火箭，不但啪啪打你脸的同时，你还必须不得不被他的实力所折服。现在3颗红球全都可以单下，但是每一颗又都极具考验准度。不过对于火箭那变态的控球能力来说，这已经完全进入了他的火力射程范围。火箭在尝试过手架之后，还是决定试试架杆，因为这颗红球要打进肯定难不住他。但是这样非常小的角度，还要强行出来衔接黑球，那可不能有一点闪失。但是很遗憾，就算使用长架杆，仍然是不好发力。架杆的话距离太远了啊，而且现在白球和这个红球离得很近，所以有这个重杆的这种风险啊。还是只能是选择这样的姿势来打。现在领先了29分，距30。哇，够悬的啊！都说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这杆意外吃到带脚以后，母球的落点虽然离红球稍远，但是下一杆去叫彩球还是非常的舒服。这杆，杆法用的稍稍的高了一点，直接一杆超分，真的是天神下凡。这要换了别人，可能30分钟都打不完的乱局，火箭几分钟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多回合的防守较量之后啊，还是抓住这个希金斯的防守上一个小漏洞，一杆打超分，和上一盘真的很像，他只不过呢取胜的一方变成了奥沙利文。是。最后的清彩环节，虽然低分值彩球全都不在点位，但是仅凭这点难度，肯定是挡不住火箭清台的脚步。第3阶段2盘球打了将近1个半小时。在这2个人身上不多见啊。是的，奥沙利文一直在看自己的这个皮头啊，但是从目前至少这盘球当中的发挥啊，这皮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可能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这种感受。是。67，这盘打得多精彩啊！
71. 76. 这是中国2字响彻英伦的经典时刻。当最后的黑球应声入袋，丁俊晖只是腼腆的略微挥拳，但全场的英国球迷全都起立鼓掌，因为年仅17岁的他创造了历史，不仅打破了大师赛23年没有满分杆的魔咒，而且也让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147先生。甚至17年后的今天，这个纪录仍然无人可以撼动。漂亮，一杆极具侵略性的长台直接叫飞。此时的丁俊晖已经难掩王者的霸气。犀利的长台配上细腻的控球，而且19岁的面孔就能如此波澜不惊。正如老话所讲，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这是2007年温布利大师赛首盘，也是从有电视转播以来真正意义上最年轻的147。赛后，英国媒体更是不吝赞美之词，称这个来自神秘东方的少年，不仅球技上已经出类拔萃，最恐怖的还是那个大心脏。就在全场起立给到最高礼仪的激动时刻，他却只是微微一笑，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做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继续正常比赛。强力的高杆推土机不仅视觉效果直接拉满，而且还顺利链接黑球。丁俊晖当年豪横不讲理的打法，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尤其连克3代球王横空出世的壮举，已经成为永远不可能被挑战的记录。首先在2005年中国公开赛，以9比5的大比分斩落台皇亨德利，不仅自己拿下职业生涯首冠，也为中国斯诺克开创了夺冠的先河。8个月后，在斯诺克3大赛的英锦赛，更是一路砍瓜切菜，直到决赛以10比6的比分让老球王戴维斯弯腰折服。从此，英锦赛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非英国籍球员的名字。紧接着，又在2006年的北爱尔兰，硬刚奥沙利文让火箭直接熄火，而丁俊晖也成为继希金斯之后第2个能在20岁前就拿下3个排名赛冠军的恐怖存在。当年的丁俊晖真是堪比行走的记录器，所到之处破纪录就像日常吃菜一样简单。而这杆惊天动地的147之后，央视更是破天荒地转播了本次决赛，希望以此来声援这位只身远赴重洋，为中国斯诺克开疆拓土的铁血少年。As most young players do, they can pot anything on the table. 41%. 49. 现在台面唯一的难点就是这一组相互牵制的红球，看上去好像轻 K 就能解决，实则需要非常细腻的控球能力。I know we've got the great talents of Ronnie O'Sullivan. I think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which he's the standard bearer, is supported 57. top quality performers. 3 are already on the world record. 65. In fact, if there's anything I could bolt him 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match, his positional play on that cue ball on a piece of string. 打进超分的红球，但现场却意外的没有任何掌声。或许是外国友人不想打乱丁俊晖的节奏，又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个持外卡参赛的黄皮肤少年真的能够让他们有幸见证历史。直到第11颗红球下肚，导播这才后知后觉的给出147提示。其实也不能怪导播目光短浅，毕竟大师赛开办23年以来，不仅从没有一个人能打出满分杆，而且这次只不过是个19岁的毛头小子。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就是用来打破那些世俗的偏见。89. 来到最为紧张的关键球，丁俊晖退回来看了一眼相互牵制的红球。其实现在母球的落点是支持 K 球，不过 K 球偏偏又是斯诺克最不可控的环节。如果运气稍稍欠佳，那这一球将会成为永远的遗憾。但是如果选择单叫底带长台，对准度又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丁俊晖一时也陷入了无比的纠结。Anything else, and it could go wrong. I think it was a bad choice, but I think the problem is of the two reds, it's only the left-hand red will pot. 还是决定相信自己的准备。正如强哥所说，不年轻气盛，那还叫年轻人吗96. This could be the key to a maximum.
硬邦邦的准度强且迅猛，而一直克制的现场情绪此时再也无法打进飞球就能完成破门。也就是在这之后，几乎每一次进球都能听到现场真心且热烈的掌声，这就是丁俊晖当年的霸气。At the conference centre. 塔布作为斯诺克最美裁判，也一直是丁俊晖的幸运女神，因为在他的执裁下，辉哥两杆147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Get position on the black, but he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Five. a lot of right hand side. Trace aside, taking it. 最后的清彩环节，黄球也是顺利到位，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失误的空间。此时全场才终于确信无比，他们真的是在见证历史的降临。122. Well, 125. Yes, it's a test of nerve now. Proved equal to most challenges. 129. he doesn't want to be the wrong side. No, it looks like he's straight enough just to screw back for the black. 140. Saw a puff of the cheeks then. Wonderful! 147 maximum for Ding Junhui. 如此奇葩的打法，在我们村肯定是要打起来。当红球不紧不慢刚刚亲上篮球的这一刻，不仅全场观众吓了一跳，就连老马也深感震惊。大清这都玩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年轻人敢主动找我整活？不过难得碰上这么勇猛的少年，那必须得好好的大战300回合。不单3分险，难练一身胆。这杆母球几乎一个拳台距离，老马对力度的控制简直令人发指。虽然现在这样的距离看起来非常危险，但对职业球员来说还有很大发挥的空间。玩袋口贴球最过瘾的地方，就是挑战每一次对空间的极限压榨，最终让对手绝望的自己跳进陷阱。看似平平无奇的轻推，其实这杆就非常有策略。因为海菲尔德也是左手球员，马桂莲在不断试探他出杆不舒服的落点。如果一旦被他找到那个致命点，那海菲尔德就只能是欲哭无泪。好球！老马这杆直接让红球贴上了黄球，现在可剩余压榨的空间就快接近极限，接下来就是真正的针线活比拼，看看两个人谁的葵花宝典练得更加纯粹。真刺激！现在每一次的轻推都感觉黄球即将命悬一线，而现在最要命的是，如果黄球摔袋，因为有篮球的阻挡，大概率是会直接送给对手自由球大的，那就意味着这一局等于拱手相送。真敢打！这一杆敢冒着摔袋的风险发力保球，目的就是想让白球停在左手球员最不舒服的位置，而且他还真做到了。但是他似乎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老马还有回手掏这个绝技。这样的难度不仅没能难住老马，更暴露了自己最脆弱的缺点。现在老马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将母球放在同样的位置，那局面就会瞬间扭转。杀招来了！仅仅一个回合的调整，老马就把母球放在了刚刚预想的位置，看看海菲尔德怎么接招。装南装北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这就是老马最恐怖的地方。不仅在比赛时能掌握自己的节奏，而且还善于发现对手的短板。不过老马现在最大的红利，并不是对手罚的5分，而是可以直接选择让杆。毕竟这样的局面能够少一次出手，就能避免少犯一次错误。海菲尔德更是直接瘪嘴变成了表情包。连续高能的危险轰炸，老马这一杆更绝，因为现在母球的落点正好是左手球员的上臂禁区，不仅左手打不到，而且右手根本掌控不好的力度，就算是勉强用上架杆，想要控制好厘米级的落点更是难如登天。好球！海菲尔德果然不止2把刷子，敢主动找老马整活的人，
手上功夫没有3两3，确实也不敢上老马这座梁山。现在轮到马桂莲头疼了，黄球几乎已经到一碰就下的境地，留给他们玩耍的时间真的不多了。It would be fair to stop the frame now, play for a re-rack, unless the players ask for one, because every time the shot. He said that. Oh,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海菲尔德被逼无奈只能自杀。现在黄球摔蛋，老马拿到一个自由球，但是不管怎么算，想要逆转比赛，最右侧贴库的绿球都是必须解决的难题。而整活结束的马桂莲心情大好，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为什么他才是世界上最准的男人。He's only the green safe on the table now. Anything but straight. 看母球的落点，老马就压根没有想过 K 球的事情，不就是一个贴库绿球吗？能用准度解决的事情，就不用整得那么费劲。So, 3 playing the green, he didn't have the angle anyway to get behind the green, so this is a big shot. 这就是老马，一言不合就用准度说话，哪怕头发都已经白了一半，手上的大枪依然硬得可怕。Mark Williams calls out an astonishing green. Well, he's going to leave himself distance from the pink. Do you fancy missing the pink then or something? No, I fancy the positional shot isn't as easy as it looks to get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Oh, he only needs the pink, my apologies. Thought he needed a lot. Fantastic effort there from Mark Williams. Very, very